妙。哇！老爸妈妈请坐。哇！这是妙妙做的早餐啊。妙妙为什么要给我们做早餐吃啊？因为我要谢谢老爸在垦丁每天都这么早起床做早餐给我，还有谢谢妈妈在上海也是每天都这么早做早餐给我，所以我想做早餐给你们吃啊。妙妙真乖，辛苦你了。谢谢妙妙。开动吧。好。老爸老妈好吃吗？好吃。妙妙好厉害，还会煎鸡蛋。从此呢，王子和公主就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。所以王子跟公主在一起就可以幸福快乐吗？只要真心相爱的话就可以。那只要有爱就会幸福快乐吗？其实，想要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，并没有那么容易。两个人一开始相处的时候，想着都是美好的东西，可是后来才会发现，他们会有不熟悉，会有摩擦，也许也不够了解对方，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只想着给对方自己想要给的，却忘记了对方真正需要什么。所以光靠爱是不可以的，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如何去爱，如何去做，才会幸福快乐。就像我和妈妈刚相认的时候。对啊，一开始妈妈因为太爱你了，就一股劲儿的给你所有的最好的，我想着这样妙妙就会快乐。可是没想到，反而妈妈这么做，妙妙根本就不会懂我的爱，对吧？你还记得吗？刚开始的时候，妈妈花了好大的力气，花了好长的时间，才让你接受我这个妈妈，对吧？真的很长的时间。所以啊，爱是需要学习的，没有人天生下来就知道怎么去爱，但是我们可以学习和成长。这是什么啊？这个呢，是当初妈妈在垦丁要带着妙妙回上海，你老爸特地给我的，这叫做《妙妙养成笔记》。所以这是老爸写的。这每一页都是你老爸写的，你一看就知道了，你老爸对你是多么的用心。你看，上面都是不是很符合啊？当初妈妈也是靠这个养成笔记才了解到妙妙喜欢什么，在乎什么。妙妙不喜欢香菜的味道，一点都不能加。你给她奇异果，她会过敏。她很爱踢被子，晚上也要起来给她盖被。当她心情不好的时候，一个小小的冰淇淋可以让她满血复活。当她思考的时候，她喜欢皱眉，记得抚平她的眉心。不过你不用担心，永远要比她勇敢，千万要尊重她自由的意志。
把他当是一个完整的人，相信他的能力，不要干涉他的创意。有时候你要向他学习，你可能会获得更多。有时候他不是你的孩子，更像你的镜子。好多事情我自己都没有注意到，老爸都注意到了。所以啊，妙妙，你也要像老爸爱你一样，好好的爱他，明白吗？不管以后你会不会跟老爸有冲突，你都不可以顶撞他。老爸伤心的时候，你要温柔的安慰他，把你的巧克力冰激凌分给他一起吃，好吗？嗯。哎，这个是什么？这是妈妈写给你的，要不要念念看？要健康，健康是根本，没有健康，后面所有的事情都是白搭。第二，任何事情都要适可而止，尤其是闹脾气。第三，拥有自己的想法，也要学会尊重别人。第四，除了你爸你妈，没有人天生该对你好，对于别人的善意要时时感激。第五，谈恋爱的时候不要痴心爱一个人，要爱对一个人。好男人的标准要用老爸爹地当标准。第六，你就是一个小太阳，要学会发光，温暖自己跟别人。要学会发光，温暖自己跟别人。妙妙，你现在还小，当你慢慢长大了，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有时候会让你失望。当你遇到挫折，对人生迷惘，妈妈希望你可以翻开这个笔记本，看看老爸和妈妈对你的爱。妈妈希望你一直幸福快乐。苗苗怎么了？妈，为什么你要对我那么好？傻瓜，你是我的妙妙哦，你是我最心疼的宝贝女儿，我当然要对你好了。其实我知道，你不是我妈妈。虽然你不是我亲生妈妈，但是我很谢谢你愿意当我妈妈。我刚来上海的时候不懂事，对你乱发脾气，对不起。小傻瓜，妈妈很疼你，妈妈一点都不怪你。妈妈想要把世界上最好的东西都给你。妈妈真的很爱很爱你。谢谢你当我妈妈。我才要谢谢
你来做我的女儿。妙妙是我的女儿，我觉得好幸福。妙妙，这就是妈妈，跟妈妈说说话吧。妈，我是妙妙，我来看你了。我在垦丁长大，老爸叫冲浪，他喜欢带我去游泳，打沙滩排球。我会爬树，骑自行车。每天放学，我都会去看太爷爷。太爷爷，快来快来，让太爷爷抱抱。有没有乖啊？有。啊。昨天老爸买了很多火龙果，我帮你带了2颗。他常常看电视看到睡着，他每次都会给我一颗软糖，包在糖果纸里面，我都舍不得吃。老爸开了一间民宿，里面有美秀姨和甜心姐姐。美秀姨、甜心姐姐，拿回来啦，吃。谢谢。又是老爸的粉丝哦。要记得想念美秀姨哦。谢谢美秀姨，乖。他们都对我很好。我养了一只猫咪，它叫肉包。哇，小猫咪好可爱呀！哇，妙妙是肉包的妈妈，我是肉包的干妈，好可爱呀！还有许婉晶、华之、龙王这些好朋友。后来我来到上海，一开始很不习惯，可是老爸特地飞来陪我。我现在很喜欢这里的生活，也交到了好朋友。妈，我好朋友的名字叫做毛豆，他的国文很不好，造句常常被老师骂。假如你心情不好，我可以念他的造句给你听。
一定马上就笑出来了。妈，我好想你。还有这4张卡片，都是要给你的，这都是我在画你哦。只要能够睁开眼睛，只要能够看到隔天的阳光，只要能够呼吸，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一天。从最后的期限，我的每一天都是最后一天，每一天也都是全新的一天。
我们的爱浪漫了整个夏天，许多少人。我们的故事也许没人在乎。你。分分秒秒，心中有彼此。
就是郑磊的幸福。那我就不明白了，我怎么就是他的幸福了？虽然你年龄比我大吧，但是你不能为我的幸福下结论。他也懂你，你也懂他啊。那你们也相处得挺好的，你怎么就不能试试在一起呢？那这么一来，我也懂你，你也懂我，我们俩处的也挺好的，你怎么不试试跟我在一起啊？看吧，爱这个东西，感情这个东西，要不要在一起，是不能被说服。妙妙，你知道吗？我其实是一个特别胆小的妈妈。妈妈也很胆小。我记得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，护士阿姨啊，把你包裹得像个礼物，你只露出了红扑扑的脸蛋，睡得可香了。当时护士阿姨把你抱给我，妈妈可紧张了，一不小心差点把你摔着。那我掉下来吗？当然没有啦，我哪舍得啊。不过因为当时的那个气氛太乱了，把妙妙给吵醒了。我当时以为妙妙会像其他宝宝一样放声大哭呢，可是你可勇敢了，你竟然都没有害怕。我当时就想，妙妙这么勇敢，我身为妈妈不是应该更勇敢吗？妈妈现在什么都不怕吗？为了妙妙，我后来变得面对任何事情都变得特别勇敢。可是，勇敢不代表做什么都是对的，当然也有做错事的时候。可是，在故事里，不是勇敢的人才能当主角吗？是啊，勇敢当然是好事，但只有勇敢和有勇气是不够的。为什么啊？妈妈都没有跟你说过，妙妙很小的时候，妈妈生了一场大病。当时觉得自己不能好好照顾妙妙了，又担心自己生病的样子会吓坏妙妙，就把你交给了最爱你的老爸和爹地，自己去治疗啊，看医生。我以为这是最好的安排，却没有想到妙妙的感受。其实妙妙非常的希望妈妈陪在身边，对吧？当时我知道超人阿姨就是妈妈的时候，就很想问说，为什么那么晚才出现？是不是妙妙不乖？当然不是，妙妙可乖了。当时是因为我太爱妙妙了，才会做这个决定。有老爸、baby 还有妈妈，我是最幸福的小孩。爸，妹妹怎么了？妈妈是不是生病了？是啊，妈妈是生病了。那严重吗？妹妹，虽然妈妈是生病了，但你看她还是很努力的去
去面对，他还是跟以前一样，每天的微笑着面对我们，是吧？那妈妈会离开我们吗？老爸，你不要难过啦，我不问了。苗苗，其实老爸这几天一直在想，怎么跟你说妈妈生病的事。是的，妈妈病得挺严重的，但有可能很快又变得很虚弱。那可以带妈妈去看医生啊。不是所有的病医生都会治好的。所以妈妈的病是治不好的。虽然妈妈病得很严重，她的这个病不好治，但是你看妈妈每天还是很努力的去面对，她很需要我们为她鼓励，给她打气，对吧？所以从现在开始呢，等妈妈休息的时候，我们这边不要去吵她，等她养好身体，等她有足够的体力去战胜病魔，好吗？嗯。医生啊，小萌的病情现在怎么样啊？他最近老是发烧。病人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副作用，发烧只是其中之一，所以病人要拿出十足的毅力才能挺过去。当然，也离不开家人的支持。小萌，我相信你可以的。这些我8年前就知道了，只是再复习一次。你还真能开玩笑，不过有你这样轻松乐观的态度是对的。谢谢医生。小萌现在情况怎么样？时好时坏啊，小萌的求生意志很旺盛。怎么说呢？我觉得，虽然说检查报告不是太乐观，但至少他的心情是乐观的。帮我好好照顾他。你放心，都按照你吩咐的，用的是最好的药物，安排最好的病房。我相信他只要按我的疗程一步一步的来，应该还是有希望的。你为他做这么多，他知道吗？别告诉他，别给他增加负担。你这个黄金单身汉啊，看上去不可一世、风流倜傥，实际上这么多年心里面就只记挂一个人。可惜这个人一分一秒也不属于我。也许不属于你的，才可能真的会一生一世。我先忙了啊。
给你买了点零食。进来吧，你随便坐。哎，你在干嘛呢？整理照片啊。这些都是什么时候的照片啊？我们上大学的时候。哇，小萌姐以前是长头发呀，好漂亮啊！你们班男生以前是不是都暗恋她呀？这简直就是女神嘛！如果还能回到过去，回到那个时候，该多好啊！你今天怎么突然有兴趣看这些老照片啊？因为小萌想看啊，她害怕有一些照片只有我有，她没有，她从来都没有看过。她想把过去的照片全部都看看。那这样是好还是不好啊？不管怎么样，他现在想做什么，我们都帮他去实现吧。以前怎么没有听你说过去台湾当交换生的事儿啊？最开始是小萌想去的，我就陪她去了。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见小萌的时候。
大家就这么一直走下去吧。只要小萌能够好好的，小萌。小萌姐，快尝尝我熬的汤。谢谢童丹。怎么样，好不好喝？好喝，特别好喝。小萌姐，其实我很想谢谢你。我跟郑磊聊天，聊到很多你们上学时候的事，他还跟我说了他很多的心里话。那这么说一来，你们俩的关系跨了一大步嘛。一个男人呢，愿意跟你谈他的心事，就说明是他全然相信你的时候。其实啊，我还和他只是停留在良好互动的邻居关系上。只是一直以来，我都知道他喜欢你，在乎你。虽然你一直都跟他说清楚、讲明白了，但是啊，他的心里就一直都有你。我呢，就好像在跟一个假想的情敌在打仗，虽然是看不见摸不着的，但是他却武功高强，经常能把我弄出内伤。不过现在啊，我终于能松口气了，因为郑磊终于把他的心给腾出来了。其实这一路以来，我也觉得自己亏欠了他很多。不过今天听你这么说，我也终于放心了。绕了这么久，我终于能感觉到，我跟他的关系似乎有了重新开始的希望。是吗？那我真为你们俩高兴。其实真的一份感情，它不怕时间磨多久，你还年轻，有大把的时间。我想前面这一大段过程，我怎么看我都觉得这是一件好事，这样会让你们两个彼此更了解对方，更熟悉对方。如果你们真的在一起了，你们才可以相处得更好。小萌姐，真的要谢谢你，要不是你一直鼓励我啊，我可能也等不到这一天。你就别谢我了，是你的，终究是你的。如果你真的想要放下，老天也会让你提起来的。不过，以后你要好好的对待我们家郑小磊，不许欺负他。知道啦，快喝汤吧，凉了就不好喝了。
你怎么停到这里啊？你还记不记得这里？哦，是不是那个晚上，我的车子在这里抛锚？是这里吗？嗯。我们怎么到这里来了？你还记不记得那天晚上你跟我说了什么？你说你也懂我，我也懂你，我们为什么就不能试试在一起？他也懂你，你也懂他啊，那你们也相处得挺好的，你怎么就不能试试在一起呢？那这么一来，我也懂你，你也懂我，我们俩处的也挺好的，你怎么不试试跟我在一起啊？看吧，爱这个东西，感情这个东西，要不要在一起，是不能被说服的。小萌啊，我想谢谢你，把妙妙交给我，让我开始学习怎么当一个爸爸，让我开始知道生命中有一些爱是任何东西都没有办法去衡量。你一直觉得是我给妹妹一个家，但其实是妙妙给了我一个家。我想谢谢你，让我做一个更好的人。这8年来，我什么都不敢做。今天我带你回来这里，是因为我想告诉你，我不想再有任何遗憾。一个是听觉的感动，一个是视觉的冲击。我喜欢他们，是因为他们同样都有理性的美，他们讲求张力、比例、素材，但同时呢，也要呈现感性的美。如果说音乐是音乐家给世界写的声音，那么建筑是建筑师给大地写的情书。我想要做那个写情书的人。大人记得，我觉得音乐是流动的建筑，
而建筑就是凝固的音乐。它们两者，一个是听觉感官的感动，另外一个就是在视觉感官上的震撼。如果说音乐是音乐家送给世界的声音，那么建筑就是建筑师给大地写的情书。我相信在每一个人的眼里都会有自己家的样子，而在我心目中最温暖最理想的家，它并不是冰冷的钢筋水泥，让你是你。这是我写过最温暖的情书，来献给我最爱的。
教授，当然来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有个会，等很久了吧？今天不是假日，我又来的突然。喝点什么？先生，您需要喝点什么吗？给我一杯拿铁，谢谢。好的。您怎么突然过来了？来看小萌？来看看你啊。看我打个电话我就去杭州了，还麻烦您跑一趟。是我要来见你，当然是我来了。您最近身体怎么样？我很好，就是小萌，她不太好。我都知道了，怕我伤心，你们都瞒着我。教授，您是小萌最亲的人，小萌也知道，如果您知道她身体的状况的话，肯定会非常担心，所以就不让我们告诉你。她也是好心，您就别怪她了。但是您放心，小萌的病情其实还好，比起8年前没那么严重。你想那时候我们都熬过来了，这次没问题的，肯定没问题。当然，我今天来就是要谢谢你。你谢我什么呀？8年前在美国，小萌她发病了，当时她人生地不熟，我又鞭长莫及。多亏了你，在她身边，忙里忙外，前后打点。这次她又复发，又是你帮着联系病床，联络她在美国的医生，又请杨医生特别关照小萌。教授，这一切都是我应该做的。你对小萌太好了。你这么说有点见外了。你看，在我上学的时候，您那么照顾我，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。其实，在我心里啊，一直把您当父亲一样。我跟小萌青梅竹马10几年了，那可以说我也算是看着她长大的吧。在我心里，小萌，她就像我的妹妹一样。那您说我不照顾她，谁照顾她呢？当然，你的心思我明白。可能是小萌没这个福气吧。上学的时候。我记得您跟我们说过，举过一个例子，一栋成功的建筑，应该是从任何一个角度看，都是完美无缺的，都是能够振奋人心的，这才是完美的建筑。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是不是也应该是这样的？无论彼此是什么身份、什么关系。都不会影响到相互关心、相互爱护。我觉得我跟小萌就是这样的感情，所以您不用谢我，真的不用。当然，有你这样的学生，我很骄傲。你对小萌的病情有什么看法？也许是因为你们给他的爱让他太快乐了，只有心情快乐才会对病情有帮助啊。所以你
对小东的病情还是挺乐观的，是吧？是，我是挺乐观，但是未来的事情谁也说不准，我们只能尽力控制，但究竟能控制到哪一步，并没有100%的答案。但是，人活在希望当中，总比绝望当中强，不是吗？崔医生。 老人家，您听到的消息啊是真的，我们是免费帮张奶奶返修改建的。哦，我家也有问题呀，你们能不能也帮帮我呀？我们这个是一个公益团队，如果确实是经济上无法承担，又确实存在问题的话，我们会给您提供帮助的。哎呀，我家也很困难，我老伴过世啊，就我一个人，靠养老金度日。我家水管也裂了一次，没钱换了，我就找人呐。 帮我修过，但是没修好，以后就一直滴滴答答，墙都淋湿了。这样吧，老人家，您别着急，您留一下这个您的地址和联系方式，到时候啊，我派专员上门调查，好吧？好好，谢谢啊！不要紧，不要紧，不客气。谢谢。这是我调查过的几户人家，确实是需要帮助，您看一下。 工人们的保险都买了吗？放心吧，买保险就是保平安，工人的安全必须要重视。好，那我先过去了，忙吧。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你。对啊，真的是好久不见。你还好吗？我很好。半年前你离开奥斯顿去旅行，我以为你不会回来了。唉，其实我早就回来了，只是没有通知任何人。 这一次出去了，我才发现，世界上原来有那么多需要帮助的人。我就回来成立了这个公益社团，帮需要帮助的人改房子，也算是发挥特长了。正好，那孙妮姐，让我加入你的社团吗？我也想出一份力。真的吗？真的啊。那我们是求之不得。 我们特别需要像你这样有才华的人。那不需要考核啊？别人需要，你不需要。谢谢你。是我要谢谢你。你还记得吗？你一直带着它。这个日记本。 半年以来，每天我都在记录，我都会把那些特别温暖人心的小事写上去，所以它是我一份非常珍贵的回忆。相信以后会有更多美好珍贵的回忆，一定会有的，一起加油。谢谢爹地帮我们准备那么多好吃的东西。来吧，谢谢爹地。对了，小萌要去参加癌症希望基金会的演讲，要不要先帮他听一听？好吧。大家好，我是宁小萌。
我母亲为我取名的时候，希望我像柠檬树一样，拥有强韧的生命力。小时候的我，并不知道生命力真正的含义是什么。我的成长和大家都一样，没有什么特别的。念书的时候，我不常被老师点名。可是长大之后，我常常被老天爷点名。所以我经历了2次癌症发病的过程。第一次发病是我22岁，我人在美国。那个年纪的我，青春狂妄。我一直以为我有大好的前程，有花不完的时间。生病了，我才发现，我不能把生命视为理所当然。每一天能够睁开眼睛，都是值得感恩的一天。8岁那年，我失去了母亲，所以我的整个童年都是不快乐的。于是，当我知道自己要面临死亡的时候，我擅自做了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。我放弃了未满周岁的女儿。我以为她不曾拥有，就不会失去，不会像我一样有一个不快乐的童年，像我一样痛苦的成长。可是我这个选择，让我变成了一个自私的母亲，也连累了我最好的2个朋友。老天爷对我是宽容的。8年之后，我有机会弥补我的过错。我和我的宝贝女儿团圆了，享受了亲情的温暖。可是却在这最美好的时光里，我又发病了。可最奇妙的是，第2次发病我并没有那么害怕。我开始学习好好的告别，安慰爱我的人，鼓励我爱的人。我终于体会到，人生是一场爱的学习，爱是我们活过的证明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什么都会消失，只有温暖的爱才会留下来。现在我也终于明白了妈妈对我的期许。生命力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东西，生命力是爱的力量。未来不管哪一天，我在天上遇到妈妈，我终于可以很骄傲地告诉她，我是一棵柠檬树，生生不息，勇敢向上。谢谢大家。
我叫左妙妙，最爱我的人是老爸，最疼我的人是我妈妈。今年暑假最难忘的事情，就是回到垦丁，看见垦丁的海洋，还有我喜欢的朋友。常常有同学问我，上海跟垦丁哪里才是我的家？我问妈妈，妈妈说我出生在大地上，整个世界都是我的家。这个答案有点难懂，我也去问老爸，老爸说，只要那个地方有我想念的人，就是我的家。这样我就懂了。所以我有2个家，一个在垦丁，一个在上海。无论住在哪一个家，我们都是幸福的一家人。欢迎来我家玩，我会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。